元芳，我们还是来晚了，快！元芳啊，我看此人功夫了得呀。此人功夫确实不错，可是对我二人似乎并无杀意。可是对沈婆就不一样了，你闻这么浓的血腥味儿，快进去看看。大人，看来这沈婆是被刺中颈部，血迹四溅，却没有立刻毙命，踉踉跄跄地挣扎了几步，所以弄得四周都是血迹。是啊，你说的很对。也许正是这一点，让我觉得这现场十分的奇怪。大人何出此言？元芳啊，刚刚那个黑衣人的武功你是领教过的，以他那样的身手，要想取这样一位普通妇人的性命，应该是十分利落。但是，怎么会弄得这般拖泥带水呢？那依大人所见，是何缘故呢？元芳啊，看来他是用这把剪刀刺破了脖颈而死的。是自杀？是的，血迹已经干涸，他死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那个黑衣人，看来他不是杀人来的。大人，难道是沈婆觉得东窗事发，所以自杀避罪了？有这种可能，不过我总觉得这个现场十分的怪异。大人，血迹已经干涸，看起来更像墨迹，不然会更令人胆寒。元芳啊，你说的非常好。大人，会不会是这样？沈婆知道黑衣人要杀她灭口，所以她选择了自杀。只不过在她死前，他故意留下了线索，让我们知道他是为什么而死。说得好，刚才正是你这句话提醒了我。李三的妻子说过，这沈婆精于画工。倘若我们将这些血迹，如你刚才所说，当作墨迹来看，会有什么发现呢？大人，这左边的墙上有3道横向的血迹，右边的墙上有3道竖向的血迹。这沈婆的尸体旁边又有3道竖痕，沈婆的周围淅淅沥沥的，似乎围成了一个圈。沈婆的脚下还有2道横痕，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元芳啊，我来给你写一个字看。道。正是，元芳啊，如果把沈婆的尸体看作一个人字，那么它周围的这些血迹就会组成一个篆体的道字。道？青花观？虽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但是联系到香囊上的图案，以及围绕青花的种种怪异，青花观确与此案有关，不容置疑。大人，
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去青花观？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昨天晚上，我们在密道中救下的那位侍卫狄虎，把他带上。他？为什么？他是东宫的侍卫，本来就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好帮手，协助行动。有了他的参与，也许还会少走些弯路。大人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查青花观呢？现在去调查那位栖霞观主，领略他那能令青花变色的绝技。几位施主是？哦，我们是来瞻仰青花的，烦劳通报一声。几位施主，请稍等。看来这观主可真是聪明人呐！无量寿福，不知钦差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，罪过。狄某前来瞻仰青花，多有叨扰，观主何罪之有啊？听说这青花枯而复荣，花色如血，异常的怪异，被朝廷封为韩国夫人。狄某此次前来瞻仰，还望观主多为启蒙讲解。不敢，大人，里边请。哦，请。这股奇香，就是青花之香吗？正是，青花被称为天下绝品，乃是无双之花，其香自然是非比寻常。这香啊，就连我观中人也觉得吓煞人呢。这倒真是奇异了。此花真是美艳淑绝呀。狄某最近倒是研究了不少花草，除了前几年见过的纳兰提花，还真没有发现与它能够媲美的仙珠啊。这青花不但香气袭人，而且花形美艳，真是数载难逢啊！狄某还真是要好好的鉴赏啊！但凭大人高兴，请自便好了。哦，观主如此说，那狄某还真是要唐突美人了啊！狄春呐，大人这是何意呀？莫非是要把他带回去泡茶喝吗？本官虽然寒薄，但清茶一盏还是有的。哪里，狄某向来喜欢花卉，常采些标本以为收藏。此番更想着取些花谢回去与收藏的纳兰提花做个比较。不过要说到泡茶，早就听说观中清茶驰名江州，与青花堪称双璧。狄某正要讨一杯吃啊！太好了，大人，这边请。好，请。不知这观中花匠乃是何人呢？花匠陶三，乃是世代相传的养花高手。这次青花复荣，他的功劳还真不小呢。那狄某能否见此人呢？大人要找他问话。这青花美冠天下，我是想问他，若要移植北方，能否栽培啊？去唤陶三来。大人请。哎呦，大人，您可要小心呐！大人，这是花匠陶三。花匠陶三参见大人。哦，起来。敢问这青花可是你培养的？正是。千岁灭后，青花枯萎，
如今青花芙蓉，你作为花匠，可知其中原因呢？大人，这百草枯荣，花开花落，乃天地造化之功。小人虽是花匠世家，也不过是顺天应时，因势利导，按照花草自己生长的规律呢，翻弄一些添枝加叶的小技而已。这其中的道理，却也不是十分明白。至于说到这情花，确实于前隋王灭之时就枯萎了，只是观主觉着可惜，一直未准翻耕，另栽别种。谁成想，这花株枯萎多年，今春竟萌发出了几枝嫩芽儿。观主大喜过望，遂唤小人来加以培植。你可曾见过这血琼花？这却不曾，曾听说过？也不曾。那若是将这情花移种北方，可以栽种吗？新发之花，南居北止，水土不同，北上恐为不妥。好了，你先退下吧。大人，凉亭中清茶已然备好了，还请大人赏光。好，请。大人，为何您的靴子上有蚊蝇聚集？哦，这大概是刚才踢翻了花壶，靴子潮湿所致吧。观主啊，你这里可有红色的雨伞？有啊，我名栖霞，最喜红色。大人可要用吗？正是，请速速拿来。快取我的红雨伞来。是。大人。观主啊，请马上传陶三到此，他的壶中有血水。快叫陶三来。大人，你何以知道这壶中有血水呢？我适才就发现，这浇花的壶口有蚊蝇聚集，于是故意踢翻了花壶，洒了些湖水在靴子上。蚊蝇果然又聚集而来，十分的可疑。当然，其他的肥水也能招来蚊蝇，所以方才我用红伞遮了光，只余红光照进来，而排除了其他的可能。这靴子上的水渍中有疟疾现象，不是血却是什么呢？观主，陶三中风了。哦，快去看看。走。狄春呐，去把那碗壶拿来。是。这可怎么办是好啊？观主，这……大人，请来。大人，卑职已经封住他的穴道。陶三是怎么发病的？你们看到了吗？大人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等一直在花园中伺候，奉观主之命前来唤陶三。来的时候叫门不应，听到里面有呻吟，于是就叫了几个师姐妹撞开了。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这般模样了。
壶取来了。是我刚才踢倒的那一把吗？正是。观中的人说这壶是陶三特制的，没有第二把。先把它带回去吧。是。栖霞观主，现在观中出了命案，兹事体大，有些事情狄某要向你们询问一下。但凭大人发问，栖霞不敢隐瞒。你是何方人士？究竟是何时来到这晴华观的？大人，说来，让大人见笑了。栖霞乃本地人士，年幼的时候因家境贫寒，寄身风尘。10年前，幸得已有心人助我脱离苦海。后来，又得一高人指点，出家修行至今。晴华观因晴花枯萎，众人以为不祥，一度废弃。也因为栖霞酷爱茶道，与3、5茶友除金斩棘，饮泉种茶，故慢慢的就恢复了香火。刚刚我询问陶三谢琼花一事，他欲言又止，好像是隐瞒了什么隐情。我想他竟为此丧了性命。你既为观主，对晴花关心备至，你可知道这晴花的背后有什么秘密的隐私吗？大人，对于此事，栖霞确实略知一二。哦，请讲。晴花复荣，栖霞大喜过望，便请了陶三来培育晴花。可当陶三看到晴花花样时，竟十分痴迷，日日夜夜有意的栽培，连家都顾不得回了。他虽然年事已高，可毕竟是个男人。为了避嫌，我就在花园里面为他造了一间小小的花棚，供他居住。没有什么事情，道众们是不会过去的。看来在观主的治下，观中还颇为紧肃啊。是。可就在晴花开放前，陶三突然来找我。他神情彷徨，他对我说：“晴花形似异样，可能要开出血晴花。”看来这陶三还真知道血琼花的隐秘。我当时吓了一跳，问他何为血晴花，他说他也不知，只是听他祖父说过，除非什么？大人，陶三七窍流血。不必惊慌，这是中毒的典型症状。但是我经仵作验尸，不知道毒下在什么地方，而且毒发缓慢。刚才我用银针试探，没有丝毫的反应，可见此毒非比寻常。狄春呐，去把仵作叫来。今天我们要现场解开陶三之死的谜题。大人，陶三他说晴花深得天地造化之功，除非什么？除非有人施咒，放血血色。诅咒？此话怎讲？只是民间的传说，所以我当时只是当闲话听罢了。事到如今，如果妄传的话，我怕惹出是非来。既是传说，狄某自会衡量各中曲直，观主但说无妨。大人，青花自隋灭后凋萎不现，真正的原因无从而知，民间的传言千奇百怪。陶三跟我说，隋炀帝当时非常贪恋青花，几下江州，集苍生之力开凿运河，黎民古血，丧者无数啊！他在江州目睹晴花开放之后，痴迷晴花的程度几近病态，终日离不开晴花，
沉醉其间，不可自拔。只是不想，他最终被禹王化戟所逼，而死于此地。传说死前他发过诅咒，天下所有情花将随他一同凋败。这群逆贼，犯上作乱，不得好死！我是上天任命的君王，天要亡我也要亡天下。隋炀帝还曾诅咒说：“天欲亡我。”他日，等秦花再次开放时，花开之地，黑云压城，草木荒芜，遇花者死于非命，而当朝者定会遇血光之灾，且崩后悲无片语，永无正事。我的诅咒会使天下情花尽皆凋敝，而你们这些逆贼必遭天谴！大人，贫道也只是觉得这是民间的奇谈怪论罢了，所以并没有当真呢。大人，仵作来了。大人，卑职听说突发命案，就立即赶了过来，是否即刻验尸？对，大人，现场验尸，不宜多留外人。哦，观主啊，观中是否有其他的静谧之所？有，请大人移步后院。好，你验吧。哎呦，客官原谅，客官原谅。大人，近日气温回升，尸身已呈腐败迹象，但四肢完好，周身没有致命伤痕，只有几处擦伤而已。唯有死者七窍流血，口中留有黏沫，眼睛上翻，似是癫痫并发窒息而死。可此症没有出血的现象，从死者七窍出血来看，似有中毒的嫌疑。可大凡中毒出血的死者，血都呈暗黑色，银针一探便知。可此人虽然出了血，却血色不黑，银针也验不出毒来，故而小的也不敢妄断了。狄春呐，去把门打开。是。大人似是对这文嬴格外关注。西夏观主有所不知啊，这文嬴虽小，但是它能帮助我们更加看清一具尸体。你看，此物是血，它们大多聚集于桃三出血的部位，但是还有一部分文嬴却一直在他的头顶盘旋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死者头部可能另有蹊跷。
这根钢针刚好扎在陶三的百会穴上，而且针上有毒。元芳狄虎啊，你二人武艺高强，说说是怎样的功夫才能办得到啊？大人，若是针灸，一般的郎中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百会穴。可是想将这么长的钢针，轻易地通过百会穴没入大脑，就需要极其精确的准头和极强的腕力，否则极难办到。此等功夫确实厉害，即便是我与元芳，恐怕也不及啊。想来凶手是偷袭，陶三可能尚未察觉，便丢了性命。这下手之人，不可谓不阴毒狡诈，而且从他下手的速度来看，应该就是陶三经我询问后回到花房之时。这么短的时间，足以说明凶手就藏身在道观之内，很有可能就在当时在场的众人之中。他定是从陶三的话语中感到了威胁，于是果断地将他灭口了。这么厉害，那大人到底会是谁呢？是谁现在还不好说呀。大人，您看，他的手臂上似乎以前有一个刺青。把蜡烛拿来。陶武，这个家伙竟然是徐敬业叛军中的人。大人，卑职10年前曾经跟随过苏孝常将军挥军夜袭徐敬业，孝常将军身亡，敬业兵败，其手下的兵勇手臂上都刺着“陶武”2字。这陶三是徐敬业的部下，这倒颇耐人寻味呀。大人，观主，曾大人求见。哦，请他进来。是。大人，我出去一下。去吧。这陶三是徐敬业的部下，这倒颇耐人寻味呀。大人，观主，曾大人求见。哦，请他进来。是。大人，我出去一下。去吧。大人啊，曾太啊，卑职听闻大人走访秦花观，竟然发生了命案。是啊，花匠陶三被刺物所害。怎么会这样？曾太啊，你可曾见过刺物？大人，此物形似针灸所用之针，但卑职从未见过此等类型的医针呐。历代以来，钢材都是稀贵金属。享我朝国运昌盛，自灌钢法实行以来，钢材的产量是大为提升。然目前的钢材仍限于武器的制造，其他行业的使用有严格的限制。所以，这悬钢针还不是医具，而是武器。曾太啊，你不觉得这与我们昔日碰到的无影针好有一比吗？无影针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昔日厉将军曾经提起过，但卑职没有在意。大人，难道这就是无影针？这倒不一定。你再来看看陶三手臂上的刺青。这陶三竟然是徐敬业的旧部。哦，曾太啊，
你对江州的旧事还不陌生吗？大人明鉴，卑职也是来此上任之后，在观风的过程中，听旧人们说起过。原来如此。曾太啊，眼下寻找太子形势危迫，江州暗局又迷雾重重，我此次代天巡狩，便以行事，为破案计，在太子有下落之前，我要暂行接管江州的一切军政要务，你不会觉得不妥吗？卑职岂敢为钦差大人君命是尊。那就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一切行动都要向我汇报，需得到我的许可，另行禁止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卑职遵命。另外，既然仵作已经验尸完毕，就尽快着人将陶三入土安葬了吧。好的。大人，贫道斗胆，还请将此事交与栖霞吧。陶三老无所依，又命丧此地，要是不好生安葬的话，我心中不安呢。难得观主如此慈悲，那就有劳了。是。大人，您看这个。哦，这是哪里来的？大人，您跟我来。好，走。李将军，这柴房已荒废许久，平日鲜有人来，难道还古怪了不成？确实有古怪，因为刚刚就在这里失踪了一个大活人。大活人？什么人？是一个扫地的老妇人。岳房，你仔细的说说。大人，您可曾去禅房验尸的时候，路上碰到一个手持扫把的驼背老妇人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老太还撞了你。对，就是这不经意的一撞，让我发现，这个老妇人虽然形态消瘦，可是身形步伐却异常稳重，绝非泛泛之辈。卑职起初只是觉得不太对劲，可是后来却越想越疑窦丛生，于是就及时请示了大人，在仵作验尸的时候，暗中出去调查。我出去一下。去吧。打扰一下，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位驼背老妇？在那儿。等卑职跟进这柴房，老妇却不见了。不过，卑职却注意到她留下的这把扫帚。看来，这陶三确实是被吴应真所杀。如果不借助这扫帚发射的外力，能将如此细小的针头透骨射入脑髓，我还真有点怀疑呢。不过现在，一切都若合符节了。
如此精巧的刺杀。观主，这老妪究系何人？禀大人，此老妪在几个月前晕倒在青花观前，我看她形色消瘦，神志不清，可怜她收留于此，做些洒扫的活计。平日里，她也寡言安分的，没想到她居然身怀绝技，而且还行刺杀人。这是我的失察，还望大人明断呐。好，大人，河边发现面具。哦，将青花观继续搜查，不许落下一丝线索。是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走，快。大人，请看。大人，金蝉脱壳。原来那个老妇竟是乔装改扮的。既是乔装而成，恐怕一时就不好寻找和捉拿。不过那个柴房倒是有些意思。大人，殷公子求见。殷啊，他来干什么？殷公子这一向可好啊？小人不知大人正在办案，冒昧叨扰，还望大人海涵。狄某本是同属下一同来观看血情花的真相，没想到竟遇命案，乃是培育情花的老花匠陶三被人用暗器毙命。刚才小人已听几位道姑言说，其实我今天来找大人是有遗物要呈给大人，此事是关于血情花的。哦，却是何物啊？小人平日喜欢搜集些古玩奇珍，那日碰巧淘得此物，翻阅后觉得其内容蹊跷，虽看似天方夜谭，但各中描述甚是逼真。小人不便多说，大人看了自然领会。殷公子走南闯北，见识颇广，不知对这桩命案有何看法呀？大人谬赞了。行断之事，小人不敢问津。不过这自然之法则，小人倒是略有耳闻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既然是自然之法，说又何妨？按世间常理，天下草木若无播种，是不会开花的。这情花自隋灭之后，便消失于江州，如今突然复发，小人以为，绝不可能是凭空而来。按公子这么说，这情花应该是有人事先埋了种子，所谓复发，不过是一场误会，或者说是骗局。小人可没这么说，我只是叙述自然之理罢了。殷公子何不以真身与狄某说话呢？大人此言何意？如果狄某所猜不错，公子并非本地之人，更非大周之人，你的老家应该在海的那边。大人果然不负神探之名。什么神探呢？虚传的美誉罢了。狄某不过是寻究线索，了然真相而已。当日你我在花船相遇，我便有些感觉，而你又特地给了我这本画册。这画册作画的技法十分的独特，当是师出国飞鸟时代的画风，人物造型着笔虽轻，但线条有力，所绘人物的衣冠服饰也与我大周有所差异。适才公子谈及案情，又刻意暗示花种之事，狄某一经了然，自然要给你个说话的机会。大人英明，小人本想试探大人，
不料如此之快就被大人识破了。那你我之间不妨爽快一些。公子到底是何人？能告诉我吗？实不相瞒，我的真实身份乃是师出国派出的副堂使池野通。半年前，我们受命带着国宝7件前来参见武皇，不料半途却遭遇海难。我手中拿的是本朝国宝7支剑，剑大人在，剑王人亡。剑在人在，剑王人亡。船只沉没，我与几名同伴靠着漂浮的船板才得以幸存。不料登岸之后，却遭遇另一名同伴细川青叶的背叛。他杀死了所有同伴，抢走了国宝7支剑。我虽侥幸逃脱，但因为丢失国宝，无法证明身份，我只好隐姓埋名潜伏于江州，暗中打探细川青叶与国宝7支剑的下落。此事发生已有半年之久，至今依然音讯全无。可这与情花有何关系呢？大人有所不知，我们副堂使此次前来，除了要奉献7支剑给武皇之外，还带来了情花种。当年情花自随而灭，情花种却在师出岛被留了下来。只是情花种和国宝7支剑都被细川给抢走了。今春的江州情花复发，我料想定与他有很大的关系。于是一直在暗中调查，也确实发现一些端倪。直到太子失踪，大人前来，小人素闻大人神机妙算，这才将情花的线索暗自传递给大人，希望能借助大人之力，找到细川，寻回国宝，献给武皇，了却使命。也就是说，那日在沈婆家中与元芳交手的黑衣人就是你。正是。当日我无意寻得沈婆的线索，然而等我赶到的时候，沈婆却已自枪于家中。我料想大人很快就会赶到，所以便利用沈婆的血迹和她的尸体摆出了道字，暗指与情花观有关。按你所说，这一切都与那细川青叶有关。没错，只要大人钉死了情花观，我就不难找到细川的下落。只是细川武艺高强，今日陶三之死，极有可能是他所为。他这么做，一定是为了掩藏什么巨大的秘密。至于他为何残杀同胞，抢走国宝，小人百思不得其解，还望借助大人之力，解开这巨大的谜团。公子不必客气，狄某已经了然。不过，现在还要殷公子证实一件事情。大人请讲。殷公子，贵体可有纹身呢？请殷公子放心，此案事关两国，狄某定当全力追查，防患于未然。只是我们还要先搞清楚这情花芙蓉的来龙去脉。看来该动动这位观主旗下了。
来人呐！在。将观主栖霞给我拿下。是。大人，栖霞所犯何事？为何要拿我？大人，这是何意啊？为何拿你？你自己不知道吗？移花接木，瞒天惑主，你帮助演出了这么一起轰动的闹剧，居然还假充无辜，不知所犯何罪。我且问你，这芙蓉的情花真的是从枯萎的随珠老根上抽发出来的吗？大人，青花芙蓉众目睽睽，昭然而见。至于什么原因，有谁会去细问呢？大人如此一问，栖霞自然是不知了。这就对了。于是当真有人要细想细究的时候，花匠陶三却死于非命，而那位行刺的老妪又是为你所养，这些事情你怎么解释？栖霞，还不把实情赶快告诉大人，否则不但你这秦花观保不住，就连你这项上人头也要搬家了。大人，栖霞若道出实情，能获得大人从轻发落吗？多一分实情，少一分罪孽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在秦花芙蓉一事上，栖霞确实有所隐瞒。不过，老妪行刺杀陶三，并非我指使的。陶三之死，容后再议。先说秦花一案，你都隐瞒了些什么？秦花芙蓉，并非源于枯萎的随珠，而是源于半年前有一年轻人送来的花种。鄙人此次前来，正是想把此宝赠与观主。当时他告诉我，这是稀有花种，如果能养出花来，定会吸引香火，红火道观。我当时想，要是能够恢复秦花观的盛况，那我也算是积功德了。于是就派陶三前来培养。等到花种发芽的时候，陶三才告诉我这是情花。我当时还窃喜，心想，这虽然不是随珠，但也是在情花观重现了。于是你就假戏真做，把真相隐瞒了起来。只怪贫道贪图虚荣，却不料竟招来了如此祸害。至于那扫地的老妪，当初确系我好心收留，栖霞若有半字假话，必遭天谴，还请大人明察。那送花种的年轻人现在何处？那年轻人送来花种后就离去了，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。观主，那你可还曾记得那个年轻人长什么模样？他身高约5尺左右，面容和善，柳眉杏眼。虽然是个男子，但是长得精致俊俏，加之谈吐不俗，所以贫道才信了他的话。大人，这栖霞观主在江州乐善好施，为秦花观的修复与繁荣倾尽心力，在香客眼中信誉颇高，卑职以为他的话还是可信的。好吧，本官今天暂且放了你，但是你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，听明白了吗？栖霞明白。你这观中一共有多少人呢？道员一共12人，伙夫、车夫还有杂役，一共6人。除了那名老妪，其他的人都可靠吗？他们都随我多年，栖霞知根知底。眼下杀死陶三的凶手尚未擒获，来送花种的疑犯也待调查，因此今日之事不要向我声张，你能做到吗？大人，但请放心。
怎么，殷公子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大人，在下想请大人看下刚才那本画册。大人，此画册来自师出国，大人已经知道，但是这其中的内容还需英曼为大人诠释一二。大人请看这里，这里讲的正是师出国民间巫士如何培育血色情花的过程，其描述令人不寒而栗。大人再看这段，取晋城童女血一生，于6、9霜雪初融之夜，辅以曼陀罗子、鸡血藤、五谷脂各3钱，熊革芥一泡，封于离水古陶瓮中，深掘7尺砂岩，藏于地下，及洞庭精华49日方可。每日于月上中天之际，透灌情根，似蓓蕾出萌，以扶桑赤吉离子熏腾，则情花含韵性灵，始见血色。啊，血水，那浇花壶！住嘴，休得胡言！大人，本来以为这些巫蛊之言不可当真，以免误传惑众。但是江州城内近来屡出事端，太子失踪，花船命案，今日又死了一个花轿，这一切皆因这血情花而起。在下相信大人的智慧，定能明辨是非，拨云见日，故而才决定将此画册呈与大人。元芳啊，我记得你初探情花之时跟我说过，说这情花好像有血腥之气。大人，卑职相信这血腥之气是来自花下的土壤，所以为洞悉其中蹊跷，请大人允许挖掘。给我挖！大人，万万不可！青花难得再现，如果现在掘根的话，恐怕是要灭种，难以再养活呀。这样就会成为绝唱了呀。是啊，大人，此事还需慎重啊。此花虽有蹊跷，但毕竟已被圣上敕封。现在她可不是什么荒猪野惠，而是当朝的韩国夫人，贸然开掘，恐怕有些不妥啊。谁说我要将情花掘根灭种了？我只是要开挖这情花下面的土壤。再者说，这些情花真是祥瑞也就罢了，如今栖霞观主也说所谓的祥瑞不过是个天大的骗局。围绕这个骗局，江州地面竟连发血案，有人失踪，有人被杀，更为严重的是，连当今的太子也受到了牵连。这难道不足以证明这血色情花是地地道道的凶兆吗？这卑职倒是没想过。曾太啊，你身为刺史，预案不查，竟又与一个以讹诈请的什么封号姑息于彼，难道不觉得愚蠢可笑吗？亏你还随我多年，如今官当的大了，怎么会越发的糊涂呢？来呀，给我挖！慌什么？难道是见鬼了？不是鬼，死人，地下没有死人。继续挖。是。大人，这里还有，也是一具尸体。大人，这里也有。大人，这里。
是两具。大人，尸体全部挖出，共8具，均为女性。快传仵作。是。大人，这8具女士年纪尚浅，莫非就是前段时间失踪的8名少女？香消玉殒碾作尘，实在是可惜了。哦，仵作，有什么发现吗？禀大人，尸体的腐败均有其规律。首先是各个脏器的软化、液化，直至消失；其后是毛发、指甲脱落，最后就只剩下一副骨骼，成为白骨化。这些尸体其腐败的程度来讲，卑职认为死亡时间大概在4个月左右。他们的身体并没有明显的伤，但从表情上来看，非常明显死前都受到了很大的惊吓。至于具体的死因，需要运回府衙，待进一步勘验之后，方能得知。好。大人，这是李三女儿香囊上的图案。这绣帕和失踪的时间现在全都对上了。岳庞啊，稍后通知8户人家，让他们前来认尸吧。栖霞观主，自这等情形，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大人，请赐栖霞死罪。青花树下藏尸8具，虽然栖霞毫不知情，但是他们命丧此地，栖霞罪咎难辞。再说，这百年古刹由于我的疏忽，变成了罗刹道场，栖霞本当赎罪，但求一死。大人，栖霞观主实属无辜，观主于此清修多年，从不与人结怨，定是有人图谋栽赃，请大人明察。若是大人一定要赐死，我等愿意替观主领罪。不，大人，今日一罪与其他道众无关，我是本观观主，应由我一人承担。唯有一愿，还望大人成全。起来说吧。谢大人。大人，青花观设场100余年，仰赖世代道众精心维护，维护至今，实属不易呀。我实在不忍看到这100年道场毁于一旦，还望大人切莫声张今日之事，免得百姓知道之后，以为道场不祥，而口诛手毁。再者，出家之人也需要有个落脚之处，还望大人给这些无辜的道众留有一片潜修的净土啊！大人，今日秦花观出事，卑职亦有责任。只是这秦花刚被敕封，便被爆出如此害人的丑事，实在有辱朝廷的清誉。坊间流民不明真相，定会认为
圣上糊涂，居然不辨真假，赤封凶花，一旦被有意之人推波助澜，造谣生事，说圣上本意就是助纣为虐，这岂不更糟？所以恕卑职斗胆，为今之计，还请大人稍安勿躁，在未能查明真相之前，还需谨慎为上啊！曾太，你可知罪？身为江州百姓的父母，玩忽懈怠，8名少女离奇失踪，你漫不经心，并未全力追查，而今他们冤死花下，你居然还危言耸听，据以息事宁人，难道你还想以此来要挟朝廷吗？卑职不敢，卑职所言都是为朝廷之大计，还请大人明察，望大人顾全大局，待查明真相，抓获真凶，再还公道于百姓不迟啊！曾太，你是在这儿跟我装糊涂吗？卑职岂敢！届时卑职一定要负荆请罪，任凭大人处置。只是此案迷雾重重，疑窦尚多，且波及甚广。至于如何处置，想大人深谋远虑。卑职刚才实在是情急多言了，还请大人三思。大人，曾大人所言不无道理。想太子失踪尚无着落，眼下又爆出秦花8尸案，整个江州却有些疑云压城、戾气充斥的味道。大人，不管凶手有何阴谋，没有十足把握，我们的确不宜打草惊蛇。我自有道理。你起来吧。谢大人。曾太，苏卓人将这8具尸体运回府衙，让仵作再行验看。今日之事暂且压下。卑职遵命。栖霞观主，你这晴花观暂时要封闭，对外就说要休憩罢了。案件未破之前，观内所有的道士杂役不许离开江州半步。栖霞遵命。殷公子，这8具尸体你有什么看法？大人，尸骸尚未检验，在下也不便妄断。只是此事若真乃细川所为，在下实在深感痛心。他叛国弑亲也就罢了，如今竟然做出这种大逆不道、禽兽不如的事情，乃是我师出国的耻辱。只恨我始终没有找到他，将他绳之以法，只令贵国无辜少女做了花下冤魂，英曼深感遗憾。殷公子不必过于自责，无论凶手是谁，百姓都不能白死。天下万事都比不过人命之重，狄某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草菅人命的歹徒，更不能辜负黎民百姓的信任。此乃为人之本，亦是为官之道。大人圣明，请允许在下助大人一臂之力，早日抓住真凶，告慰死者。好，这上面记载着师出国巫士如何用人血培养血情花的过程。首先是祭祀，再将少女捆绑，逼其服下赤血丹毒，待少女五脏俱破而死之后，埋于花下，以骨血养花。大人，今日发现的8名女尸，确实和这画上有几分相似啊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观主栖霞必有重大嫌疑。没有切实的证据，虽有嫌疑，我们还真不能动他。大人，卑职一直觉得殷公子今日突然到访，小人不知大人正在办案，冒昧叨扰，还望大人海涵。又突然呈上这本画册，这一切会不会太巧合了一些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
但英曼确系师出国赴唐时已经无疑。我查过他手臂上的刺青，果然不假。他是为了找回七支箭，主动向我提供些线索也可以理解。我们后续的调查还需要他的帮助。包括这本画册，这画册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的线索。可是那又能怎样？以此案之诡异，我等踪迹所致，线索便随之中断。这个时候他卷入进来，又能对局面有什么帮助呢？那倒不是，不过利益还是有的，这你们以后就会知道。好，我们现在还是说说对手的事情吧。大人，卑职觉得，且不管我们的对手是谁，从他们百般遮掩、不惜多次杀人灭口来说，恐怕是想利用太子图谋大事，绝非一般的宵小之辈。大人，卑职有一事不明，如果他们要绑架太子造反，为什么不尽早行动呢？拖延时日，夜长梦多，待到朝廷大军一到，岂不白费呀？不过八具女尸的暴露，我看对他们的威胁很是不小。我想那位江东居士、细川青叶，还有扫地的老妪，他们就绝不会坐以待毙，等着被我们一个个的挖出来。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认真的研究一下对策才好。好，请大人吩咐。各位乡亲，先入席吧，钦差大人马上就到。这位小哥，狄大人把我们约来府衙，莫不是我们的女儿有消息了？是啊！我说狄大人厉害吧？不愧是青天大老爷，你看他一来就帮我们找到女儿了。各位乡亲，稍安勿躁。那我们女儿呢？大人请你们来，确实是关于你们女儿的事情，但是究竟如何，还是大人来亲自跟你们说吧。先坐，先坐。先坐。钦差大人，钦差大人，钦差大人，各位乡亲，钦差大人，钦差大人，钦差大人，李将军，钦差大人，大家请坐吧。谢大人，谢大人。诸位乡亲，大人，听这位小哥讲，您这次请我们来，是因为有了我们女儿的消息。大人，我们的女儿在哪儿？大人，的确是有了消息啊。那我们可以跟大人客气吗？好，慢着。找是找到了，不过，元芳、李春，乡亲们，大家看看，这里面有没有你们女儿的东西？我认了这4把，失踪之前，真儿天天在绣。大人，这是我女儿惠娘的手镯，去年生辰的时候，我和她娘一块打了这手镯当礼物送给她的。可是怎么在这儿啊，大人？是啊，大人，这东西的确是我们女儿的，可他们人呢？对呀，大人，我们的女儿呢？他们就在府衙之内。那为何不来相见？为何不来相见？对呀，为何，大人？各位乡亲们，他们来不了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大人，诸位乡亲，狄某无能，虽然找到了诸位的女儿，但是不能让他们与父母团圆，也只能从此天人永隔了。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人，诸位，请暂且宁耐一时，听狄某将事情的原委细细道来。昨日我与属下一起到了晴花观，狄仁杰已经行动了，你该不会坐以待毙吧？笑，
他已经被我的人密切监视，到时候看准时机，杀掉这些苦主，嫁祸于他，看他还买的什么好，查的什么案。你有把握吗？你放心，他已经是我们的釜底游鱼了。那就好。这3种酒，祭奠无辜冤死的8位姑娘。狄某在此发誓，一定要捉拿凶犯，替天罚罪，还诸位以公道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还要委屈各位，暂且忍耐一时，切不可图事声张，惊走了凶犯。待狄某破案之时，就是各位泄愤之日。大家都明白了？狄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乡亲们放心，狄大人素来以民为重，所允之事，绝不食言。谢谢大人。诸位乡亲，时间不早了，狄某就不再款留各位了。一旦有了消息，我一定会告诉大家。李春呐，替我送送消息。谢谢狄大人，谢大人，谢谢狄大人，谢谢大人，告辞了。苗长啊，接下来有事无事，就要看你的了。元芳明白，大人放心。去吧。记住，一定要小心行事。是，曾大人来了。恩师啊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那8户苦主人家从府衙回去之后，当天晚上就全都死了。哦，就在今天夜里。卑职也是刚刚得到消息，就来向您禀报的。我们快走，看看去。好。大人，果然有毒啊！大人，这个盒子下面有张纸条。悬案未破，心愧难平，特奉小礼，聊表心意。这绝非大人笔迹。看此迹象，这2人吃完点心之后毒发身亡。还有字条，莫不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？曾太啊，是谁发现了这2具尸体？是这2位的徒弟。把他叫进来。来人，把证人带上来。是。大人，人已带到。大人。哦，你是如何发现死者的？回大人，小人今天按师傅的吩咐去紧邻的乡镇送货，回来的路上下起了大雨，所以便回来晚了。本来会担心被师傅责骂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娘，师娘，你回来的时候发现屋中有什么异常吗？没有。大门跟往常一样，也是关着的。不过小人奇怪的是，为什么大半夜会亮着灯？所以便进去看了看。哦，你和你师傅学艺几年了？已经3年了。好吧，你先下去吧。啊，今天的事情不可对外张扬。小的明白。曾太啊，其他7户的情况怎么样？卑职一接到报案，就预感不妙，便赶紧差人去看望其他各户的情况。不想其他7户，竟也在一夜之间被人毒害。不过大人放心，卑职已经派人控制了现场，若发现异常，
会即刻来报。禀大人，卑职没有发现其他异常。袁腾啊，在，马上着人将这2具尸体运回府衙，仵作检验之后，明日安葬了吧。卑职领命。哎，慢着，大人，您看，大人，他像是在写一个字，但又没有写完。大人，莫非这是死者留下的什么信息？大人，以卑职之见，这像是个十字，可是又像一个字的起始两画呀。大人，这桌上的字条与这符号究竟是何意？报告大人，李三不见了。啊？怎么回事？在李三家的现场，我们只发现他老婆的尸体，而他却不见了。岂有此理！一帮饭桶！赶紧把李三找出来！今晚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曾兄，狄大人在此，你用得着火急火燎吗？元丰啊，曾太并没有错，我们现在赶紧去李三家一趟。走。驾！大人可还记得，陶三死之前，也在地上画过同样的笔画，也是没有写完。此人所画与陶三所画志向绝不相同啊！一切果如大人所料，幸好我们事先已有准备。元芳啊，那你对应的如何？大人放心，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看来这江州的水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呢。这不正合了大人的心思吗？只有水深，我们才有机会抓到大鱼。你们是何时发现的？午夜时分，我等奉曾大人之命前来巡查，当时他就躺在桌上，人已经死了。现场还有什么发现吗？当时还发现了这张纸条。大人，是同一伙人。是啊。哦，你们来的时候就没有见到李三吗？大人，我等来后里外搜查，没有发现李三。大人，李三现在是咱们唯一的线索了，万一他也死了的话，岂不是糟糕？是啊，大人，倘若李三被歹徒劫持或杀死，我们就被动了。听着，明日全城搜查，就是挖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是。曾兄，你冷静些。曾太啊，元芳说的对，搜查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。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查清楚其他几家的情况，另外把所有现场的物证，包括电信盒子，还有那些纸条，全部收好，把所有的物证都一一的造册，不得遗漏。卑职遵命。在此案没有查清之前，任何人不得向外披露，明白了吗？小的明白。卑职明白，一定令属下不得声张。
都齐了吧？一人不少。好，按计划行事，注意，千万不要被人发现。是。大人，情况怎么样？按大人部署，都安排好了，只是没有想到，他们竟然还敢构陷大人。他们蓄谋已久，我们稍不留意就会掉入他们的陷阱。大人，对方究竟是些什么人？卑职直到现在都想不出来。不要急，他们已经露出破绽来了。哦，还请大人明示。你可记得那个报案的学徒？我刚刚查阅了8户苦主的存档。死者乃是江州城内有名的木匠，这个学徒口称从师3年。我看了他的手掌，洁白细滑，卫生老简，绝不是一位木匠的徒弟。我心中自然有了计较。大人的意思，他是一个临时顶替的冒牌货？不错，他一定是在说谎。如此，他背后的主使很快便要现身了。所以，他就是我们的突破口。对，明天我要升堂问案。升堂问案？为什么？既然他们已经向我栽赃，明日就必定会有人前来发难，这样我们就只有公堂上见了。